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将带领大家走进一本被誉为现代政治哲学基石的经典著作《社会契约论》。这本书由18世纪法国伟大的思想家朗里亚克·卢梭金扎古收于1762年出版。卢梭是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，他的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《社会契约论》不仅是一部政治哲学的经典，更是一部探讨人类社会本质与理想的伟大著作。在当今这个充满挑战和变革的时代，《社会契约论》的价值愈发凸显。它不仅为我们理解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洞察，还为我们思考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平衡提供了宝贵的思路。通过阅读这本书，你将获得一种全新的视角，去审视我们所处的社会，理解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微妙关系，并思考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实现真正的自由与平等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天，你生活在一个没有法律、没有规则的社会中，那将会是怎样的情景？这样的社会是自由的天堂，还是混乱的地狱？卢梭在《社会契约论》中提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观点：人类为了获得真正的自由，必须放弃一部分天然的自由，与他人签订一份社会契约。这份契约不仅是对个人权利的保障，更是对社会秩序的承诺。让我们从一个真实的故事开始。18世纪的法国正处于动荡与变革的前夜，封建制度的腐朽和人民生活的困苦，使得整个社会充满了不满和反抗的情绪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横空出世，为当时的革命者们提供了理论武器。法国大革命期间，这本书被广泛传阅，成为革命者们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指南。卢梭的思想不仅点燃了法国革命的火焰，更对后来的美国独立运动和全球范围内的民主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。社会契约的本质，自由与秩序的平衡。卢梭在《社会契约论》中提出的社会契约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法律或协议，而是一种抽象的概念。它指的是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，自愿放弃一部分天然的自由，以换取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保障。卢梭认为，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是自由的，但这种自由是有限的，因为它容易受到他人的侵犯。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和权利，人们需要通过契约的方式，建立一个公共的权威机构及国家。这个国家由公民共同参与和监督，以确保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。在现代社会，社会契约的理念体现在宪法和法律体系中。通过选举和参与政治活动，公民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，影响政策的制定，从而实现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平衡。理解社会契约的本质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的职能和公民的责任。卢梭在书中写道：“人生而自由，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”这句话深刻揭示了人类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困境。通过社会契约，我们可以在不失去自由的前提下，建立一个有序的社会。公益与私益的对立，公共利益的追求。卢梭在书中提出了公益 （general will） 的概念，指的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和意愿。与之相对的是私益 （particular will）， 即个人的利益和意愿。卢梭认为，公益是社会契约的基础，是国家合法性的来源。卢梭认为，人类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，也需要考虑公共利益，因为只有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，个人利益才能得到最大化的实现。通过公益的实现，国家可以制定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政策，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。在现代社会，公益的实现需要通过民主制度和公民参与来实现。通过投票、参与公共讨论和社区活动，公民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。理解公益的概念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民主制度的运作机制，并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中。卢梭在书中指出，公益永远是公正的，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。这句话强调了公益在社会契约中的核心地位。通过公益的实现，国家可以制定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政策，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。公民与国家的关系，权利与义务的平衡。卢梭在《社会契约论》中详细探讨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。他认为，公民在享受国家提供的权利和保障的同时，也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。卢梭认为，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，国家通过法律和制度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，而公民则通过遵守法律和参与公共事务，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。这种相互关系是社会契约的核心。在现代社会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宪法和法律体系得到明确。通过了解和维护自己的权利，公民可以更好地参与到国家事务中，而通过履行自己的义务，公民可以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做出贡献。理解公民与国家的关系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角色和责任。卢梭在书中写道：“公民之所以是公民，是因为他们拥有权利。
同时也承担着义务。这句话揭示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。通过权利和义务的平衡，公民可以享受到国家提供的保障，同时也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做出贡献。4. 自由与平等的追求，现代社会的理想。卢梭在《社会契约论》中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，即自由与平等的完美结合。他认为，真正的自由不是无拘无束，而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自由。卢梭认为，自由和平等是相辅相成的。只有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，个人才能真正享受到自由。因为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，强势群体容易侵犯弱势群体的权利，从而导致自由的丧失。在现代社会，自由和平等的理念体现在法律和政策中。通过法律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，国家可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；而通过政策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，国家可以实现个人自由与社会公平的平衡。理解自由与平等的理念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的理想和目标。卢梭在书中指出，自由与平等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支柱。这句话强调了自由和平等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。通过自由和平等的实现，人类社会可以走向更加公正和繁荣的未来。通过以上对社会契约论的介绍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卢梭的思想不仅深刻地揭示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复杂关系，还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视角。卢梭的社会契约理念强调了自由与秩序的平衡，公义与私义的对立，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。这些理念不仅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意义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你对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感兴趣，如果你想深入了解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，如果你渴望追求真正的自由与平等，那么《社会契约论》将是一本不可不读的书。我强烈建议你阅读这本书，并将其中的理念应用到你的生活中。通过理解和践行卢梭的思想，你将能够更好地理解你所处的社会，并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中，为实现一个更加公正和自由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。卢梭在书中写道：“人生而自由，却往不在枷锁之中。”这句话提醒我们，自由并非天赐，而是需要我们通过努力和智慧去争取。让我们一起通过阅读和思考，勇敢地追求真正的自由与平等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更加公正和繁荣的社会，一个真正属于每一个人的社会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你们在阅读《社会契约论》的过程中，能够获得新的启示和力量。让我们共同努力，为实现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而奋斗。